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摄影构图中常用的方法之一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分法。在我们摄影构图的时候，将画面的横向和纵向平均分成三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宫格。这个9宫格呢，在手机和单反相机里都可以调出来，而我们常把三分法的交叉处，就是这几个位置，叫做趣味中心点。当我们在观察一张照片的时候，我们的目光会优先吸引到趣味的中心位置，所以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们尽可能将主体事物安放在趣味中心的附近。一般情况下认为，左上方的这个交叉点是最为理想的，其次是下边右下方的这个交叉点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构图格式比较符合大家的视觉习惯。所以有人统计过，无论是风景、纪实还是人物，这种三分法的构图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，当然也是最简易、最常用的构图方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在三分法下的使用。两条横线，我们把画面分成三份。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横线，看看我们拍照的这个景物的水平线是不是直。同时我们也能明显的看出富士山在画面的位置。加上两条竖线，富士山的主体位置在左上方的趣味中心点附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张三分法的构图。这张构图的主体位置基本上是在这里。我们用9宫格来看一下，这张画面的主体位置在这里，主体很突出，色彩也很艳丽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这张照片的构图就更明显了，我们的目光马上就可以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。我们用9宫格的方式看一下它所在的位置，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发现主体位置正好在它的交叉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趣味中心点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的构图，这张照片的主体位置应该在这里，这里呢也是画面的正中心位置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照片中的多余的部分，所以呢整个照片看起来比较分散。那好，我们可以对这张照片进行重新构图呢？答案是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们把多余的部分裁切掉，留下主体部分。当我在裁切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看到趣味中心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经过裁切之后，现在照片的主体是不是比刚才那一张突出了很多呢？当然，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些多余的成分进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的构图。这张构图缺乏主体，而且画面凌乱，不知道拍摄者想表达什么。最明显的，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树干基本上在这个画面的正中央位置，使画面切成了两半。在左下角的部分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棵多余的树干，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缺乏主题。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海平面是不是很直，我们可以画一条横线来看一下。通过直线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水平线是歪的，它的水平线在这里。这样的照片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换一个角度去拍呢？我们可以重新构图？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，只选中这一个位置去拍摄，是不是效果会更好呢？实际上，在符合黄金分割率的同时，当然还应该考虑到平衡、对比等因素，这样构图才会呈现出变化与动感。我们的拍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，三分法可以说从来就不是严格要求大家
按照三分法构图，根据自己的要求以及我们日益培养出来的感觉来构图。最后我要说一句，好构图不一定就是好照片，而好照片一定离不开好构图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，我是老李，我们下次见。